我从没想过，手机上和我聊天的竟然不是我的姐姐。我的姐姐毕业后就去了外地，我们每天都会聊天，分享一天的趣事。今天早上，我连续给姐姐发了3条消息，都没有回应。我虽然有点疑惑，但以为姐姐是忙于工作，就没当回事。第2节选修课时，小可，姐姐在上班的路上，脚被砖块砸伤了，你能过来看看姐姐吗？看到姐姐发来的消息，我有些担忧，但是隐约感觉她说话的方式有些奇怪。小可是我的小名，可姐姐一般只有生气的时候才这么叫我，而且姐姐都直接说我，很少自称姐姐，也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我盯着屏幕，刚想回复，那边突然又发了2个哭哭的表情过来，我皱了皱眉，那种不安的第6感又涌上心头，就好像对面在跟我聊天的根本不是我的姐姐一样，因为姐姐聊天从来不发表情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回复道：姐，你发个视频给我看看呗，我看看你伤得严重不？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回了一句：好吧，你等等。随即一张照片发了过来，是姐姐的脚部照片。我们之前一起做美甲的图案还没全掉完，脚面上还裹着纱布，但应该不是很严重。我松口气，看样子是我太敏感了。我又和姐姐说了几句话，但她话里话外都是让我过去看她的意思，我便只好答应她。我明早请完假就来看你。不行，对面态度强硬，随即似乎认识到不对，放缓了语气。姐姐一个人晚饭都做不了，小可晚饭前能到这吗？晚饭前我试试吧，心里却对姐姐这样强制的态度有点抵触。下课后，我赶忙回到寝室收拾行李。小可，你去哪儿？室友问我，我顺手把手机递了过去。我准备请假去照顾一下我姐，她脚受伤了。室友看着手机，我们一会儿要排练啊，明天就要上台了。我看你姐不是有人照顾吗？我心头一震，她不是一个人吗？我迅速凑了过去，你看这角度，明明就是另一个人拍的。我拿过手机，打开照相功能往自己的脚拍去，尝试了几次，果然这个角度很难自己才能拍到。我觉察到不对劲，我赶忙拨通了姐姐的视频电话，铃声响起不久便被挂断了。姐，你怎么不接视频？对面很快回复，姐姐现在很累，打视频干什么？你不是马上就过来了吗？我盯着她的回复，猜疑越来越重。姐，你上次给我买的那条裤子的纽扣掉了，我带到你那儿，你刚好帮我缝一下呗。好，那你带过来吧，我顺手帮你缝了。看到这段话，我如坠冰窖。他上次给我买的明明是双鞋子，而且他根本不会缝衣服，现在跟我聊天的到底是谁？我越想越害怕，赶过去的同时也给发小打了个电话。他和姐姐住在同一个小区，了解了事情原委。他主动提出装成物业先帮我去看一下。我坐在车上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的电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家里的灯是亮着的，我敲了好久的门，没人回应。你姐是不是睡着了？那你有听到狗叫的声音吗？没有啊，难道出去遛狗了？坏了，真出事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赶忙打电话报警，警察也说很快就到。我赶到的时候，看到警察正好押着几个人出来。我冲进屋子里，最先看到的是躺在门口僵直没了呼吸的乐乐。我身体不自觉地抖了起来，走进卧室，看到发小正在安慰着姐姐，鼻子一酸，直接冲过去扑倒姐姐的怀里，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是一个拐卖妇女的团伙，早就盯上了一个人住的姐姐，并在早上姐姐准备上班时冲进了姐姐的屋子。可没想到我刚好给姐姐发了消息，就想把我也骗过去，我才会觉察到不对劲，并且报了警。也很感谢我的室友和发小，如果不是他们，那后果真的不敢想象。你知道如何快速脱单吗？手机似乎听到了我的心声，作为母胎单身的我迫不及待地点了进去，但我没想到后面发生的事让我永生难忘。刚打开软件，我就看到了一个令我非常心动的女生，看着她的照片，感觉自己心跳从来没这么快过。我鼓起勇气跟她打了个招呼，很快她就回复了我，你好呀，想着自己应该主动一些。刚输入到一半，没想到对方先给了我回复，我叫小爱，我是第一次玩这个软件，我看到你照片觉得你还不错，咱俩可以多聊一聊。我真没想到她竟然会对我也感兴趣。从那之后我们就经常聊天，很意外小爱是个善解人意的女生，我经常忙过头忘了吃饭，她总会贴心的帮我点好外卖，哪怕我再三拒绝，不想让她这么破费，她却笑意盈盈地说，你总是不关心自己的身体，我会心疼呀。我们感情逐渐升温，甚至有一些想见见她的冲动，但我并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。我知道很多人说过网恋都是骗人的，不是骗钱就是对方长得很丑，更有可能是个男的。可小爱从来都没提过任何要求，甚至还愿意为我付出。我也提出过要跟她视频，现在吗？你等一下我梳妆打扮一下。小爱同意了。没过一会儿，她就发来一条视频申请。接通后，她笑意盈盈地看着我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没想到是真的，我的春天真的要来了。这次晚上我们聊了很久，相约了在情人节那天来我家吃饭。时间很快就到了，我给家里好好的打扫了一下，等待着晚上的到来。一阵敲门声传来了，他来了，我非常惊喜，心跳也不自觉加快，深吸一口气打开了房门。小爱笑意盈盈地站在门口，我便邀请她进来了。
在沙发上坐着的时候，我有些拘谨，悄悄看他，却看到他一直在低头玩手机。我微微蹙眉，刚想问一下他在干嘛，电话响了，小爱接起了电话。那头我听出来是个男人的声音。等挂断电话，我好奇地问他在和谁打电话。只见他突然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我心下一惊。我想着第一次见你，给你准备了惊喜，我感觉此时我应该高兴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他我心里总有些毛毛的。没一会儿，敲门声响起，外卖来了。我觉得我此刻应该拦住他，但显然他的动作比我快。只见小爱拉开了门，一个身穿黑衣戴着黑口罩的男子走了进来。小爱此刻就站在他的边上，看着我微微笑着。强哥，就是他。我看着小爱嘴中的强哥掏出了一把刀，对准了我，把你账户里的钱都转过来，现在马上，别耍诈，你有多少钱我们都知道。我慌得一批，看着这个男人魁梧的身材，我只能听话的照做，颤抖着把钱都转给了他。旁边的小爱还在那边碎碎念，亏我吊了他这么长时间，才从他嘴里套到了所有信息，真令人作呕。强哥，你可得多补偿补偿我。我冷汗滴落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。等款全部都转过去了，强哥突然来了一句，我们现在只图钱不害命，可你如果报警的话，你要知道你家里地址、公司地址我们全都知道，后果自负。说完这句话，他们两个就走了出去。我蹲在地上好久，不是我不想起来，而是腿软根本起不来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走了，会不会在反悔突然回来给我一刀。我望向了门口，此时大门敞开，漆黑的门口什么都看不见。鼓起勇气，我跑到了门口，把门反锁上。我还是选择了报警，毕竟只有报警才更能保护我的安全。我把所有与小爱的聊天记录还有资料都提交给了警察，可没想到他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，转账账户也不是本人。目前警察还在调查中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搬到朋友家去住了。希望大家引以为戒，网恋需谨慎，千万不要随意就把自己的信息都告诉给别人。如果你半夜听到敲门声，随后又收到了爸爸的短信说他忘记带钥匙，你会去开门吗？单亲家庭长大的我，从小的性格就比较含蓄内向，所以20好几了也一直单身。这天闺蜜小美分享一个相亲交友软件，并且不断安利我，上面很多同城单身青年，她最近在上面聊得火热，我便也想尝试下。安装注册后，简单填写了信息，便开始和几个男孩子聊了起来。但隔天晚上我就遇到了惊心动魄的事。晚上爸爸出去应酬了，所以我就一个人在家。我洗了个澡后，舒服地窝在沙发上追综艺，突然身边的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是爸爸。他不是在喝酒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正当我疑惑，还没来得及接起电话，电话就挂了。随后就是一条短信：开下门，爸爸没带钥匙。此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，就在我起身准备去开门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哪里不对。我明明记得爸爸走的时候，他从鞋柜上拿了钥匙。我走到门口，爸，是你吗？没有人回应。出于警惕，我趴在门上，透过门眼往外看去，因为楼道里的灯光比较昏暗，模糊间好像有个人影快速躲过去。爸，你回来了。回应我的只有急促的敲门声，我的心突突的跳，后背也冒出冷汗。没想太多，我赶忙拿出手机给爸爸拨了过去。门外确实响起了手机铃声，但奇怪的是一直没人接听。我再次透过门眼看去，外面的人好像被惊到了一样，快速的向楼下跑去，铃声也渐行渐远。突然电话接通了，可还没等我开口说话，电话那头就响起了爸爸的声音：我楼下的车灯忘关了，你帮爸爸先把门打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电话便挂断了。虽然有些奇怪，但好在听到了爸爸的声音，我也安心了很多，便索性把门虚掩的打开了一条缝，转身就准备继续窝着追踪。这时电话又响了，是爸爸拨打的微信电话。我有些不耐烦的接起来：爸，又干嘛呀？小可，帮我喊个代驾，我喝酒没办法开车了。听到这我汗毛竖起，我爸还没到家，那楼下那个是谁？此时楼下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我吓得面色苍白。在人影快到门口的时候，以最快的速度把门反锁了。门外的人好像急了，疯狂地拍打着门：爸，家里进来人了。电话那头的爸爸显然非常着急：小可，你躲起来，爸爸这就回去，快打电话报警。因为腿软，我坐在了地上。我从来没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，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我颤抖地拨打着报警电话。此时门外的人好似听到我报警了，便不再敲门了。安静了好一会儿，门外响起了钥匙开门的声音，是爸爸。他通红的眼睛满眼都是紧张，汗水也浸透了上衣，左脚的鞋子也不见了。可想而知，这个喝多的小老头是怎么赶回来的。我抱着爸爸放声哭了起来。根据警方后续调查，这是一个拐卖团伙。我下载的软件能获取到手机的通讯录、位置信息，甚至我相册里的内容。找到地址后，又把我通讯录里的爸爸改成了他们的电话，又通过相册里我录制爸爸的视频，把声音处理成他的音色，目的就是拐卖无知的少女，更甚至贩卖受害者器官。之后在我得知闺蜜小美已经遇害了时，我痛哭不已，并有些后怕，如果那天晚上爸爸没有及时打电话过来，
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经过此事，我再也不敢随便安装不知名的软件了。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正巧碰到这个外卖小哥，那我可能就遇害了。2天前，我想去取落在闺蜜家的包包，包包就在电视旁边的架子上。手机那头，闺蜜的声音明朗：“我今天加班，你先过去吧，反正你手上有我家的备用钥匙，3楼307。放心，你家门牌号我记得比我家都熟了。”挂断了电话，起身前往了闺蜜家。刚到门口，正准备掏出钥匙开门，突然听到里面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我感到奇怪，动作停了下来。小美已经回来了吗？就在我犹豫的片刻，门突然向里面打开了，出来一个男人，30出头的模样，看着憨憨的。我愣了一下，那男人却抢着说道：“你先进来吧，他没在家。”这么熟稔的语气，可能是男朋友吧。我边迟疑边进了屋子，男人已经勤快地端了杯水递过来。我道谢后接过水杯，环顾四周，发现没什么异样，只有卧室的门虚掩着。男人似乎察觉到我的视线，往我身前站了站。我对着墙指了指：“我过来拿包的，拿了就走。那个包花了我大半个月工资，上次带过来是为了跟闺蜜炫耀一下，没想到竟然落在她家里了。”哦，我帮你拿过来。那男人挠了挠头，便去帮我取包。我拿出手机给闺蜜发了个消息：“行啊，男朋友挺勤快的，除了年龄大了一点。说吧，人在哪找的？”我噼里啪啦发过去一段文字，没过2秒，闺蜜信息就回过来了：“你说什么呢？我哪有男朋友？”我迅速提取到了闺蜜信息里的关键字：“没有男朋友。”那面前这人是谁？我脑海中迅速浮现一种可能，瞬间冷汗直冒，全身僵硬。那是这个包吗？此时我在看这个男人，只觉得他笑得特别怪异。我捏着包包假装镇定：“谢谢你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你帮我跟小美说一下。”说罢我就往门口走去，明明只有几步的距离，但是我却觉得好远。刚到门口，男人突然开口：“时间太晚了，你一个小姑娘不安全，我送你到小区门口。”我顿时僵住了：“不用了，太麻烦了，我自己下去就好了，我送你。”男人依旧机械重复这句话，我全身汗毛倒竖，恐惧从脚底攀升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人在极端恐惧的时候是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手脚的。我呆站在原地，突然听到电梯门打开的声音，一个外卖小哥如从天降般出现在了我的视野里。只见他还在低头拿着手机，看着像准备给顾客打电话。“张哥，这么巧，今天你送这一片区的外卖吗？”我装作很熟练地跟他打着招呼。就在他还在懵逼之时，我就迅速冲过去，死死拽住了他。他望向我，我知道我现在肯定满眼都是惊恐之色。他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一般：“啊，对呀，我好像按错了楼层，正好送完这单，我今天就准备结束了，咱们一起去吃点东西。”我顺着他往电梯走去，不敢往后看闺蜜家。我知道此时那个男人正站在那里死死盯着我。刚出电梯，我迅速拿出手机给闺蜜打了电话，确认她真的不认识家里那个人。在附近派出所汇合后，带着警察一起去了闺蜜家。屋子里有明显被翻找过的痕迹，而那个男人已经不在屋子里了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个男人是偷窃惯犯，那天在闺蜜家踩点，刚巧我去取东西，如果没有遇到那个热心肠的小哥，我估计就得遇害了。因为这件事，从此我们宿舍都不敢半夜上厕所了。这天周五晚上，我们心血来潮凑在寝室看《咒怨》，恐怖的视觉冲击让我们一个个心惊胆战，伴随着恐惧感，我们好不容易才睡着。结果半夜我的肚子突然隐隐绞痛，可能是白天吃的地摊不干净吧。我便起身准备去上厕所，但我刚拉开帘子，看着静谧漆黑的宿舍，显得尤为恐怖。这个电影的后劲着实有点大。寝室的厕所在宿舍外面，在我们寝室隔壁，也是走廊尽头。因为要走出宿舍，我隐约还是有些害怕。真是的，早知道晚上不看恐怖片了。我缩进帘子里自言自语道，看了下手机时间，才凌晨3点，离天亮还有好久啊。我欲哭无泪，纠结了很长时间，最终还是决定去趟厕所。我喊了我上铺的姐妹小美，小美陪我去个厕所呗。我敲了敲她的床帮，小美睡眼惺忪地探出了帘子。她一直都知道我胆子不大，看了我一眼，揉了揉眼睛，没说什么就下来了。我拽着她慢慢走出了宿舍，刚到厕所，映着昏暗的灯光，我顺手就拉了第一个隔间门，但却没拉开，可能是里面有人。我没多想，径直走向了第2个隔间，当然也没敢关门，就找着话题跟小美聊着天。小美，你有没有听过最近的新闻？就有个小偷去人家家里偷东西，主人都回来了，他躲在床底下刷视频，结果把自己逗笑了，直接就被抓了。这真是史上最悲催的小偷。一阵笑声从第1个隔间里传了出来，这笑声也特别奇怪，在安静的厕所里显得格外刺耳，让人头皮发麻。我和小美对视了一眼，意思这旁边是谁？按道理应该是我们同楼层的人，多少也打过照面。出于好奇，我就透过隔间下缝隙看去，这一看却让我不寒而栗。
是一个人穿着老式的红色胶鞋，而且还脏兮兮的。这种鞋学生肯定是不会穿。最奇怪的是，这个人的小腿是笔直的，并不是在蹲坑的姿势，说明他就一直站在那边也不出来。我第一个感觉是这个人可能是小偷。等大家睡着了偷东西，我强装镇定地站了起来，心也提到了嗓子眼，惊慌地拉着小美就往外走，甚至不敢回头瞧上一眼。安全起见，宿舍的门我也没关死，一边看着厕所一边把寝室的人都叫醒了。小美去楼下喊宿管阿姨，我们剩下的人还在盯着厕所的方向，等了许久，一直到宿管阿姨带着人来了，也没见一个人出来。我紧拽住小美的手，看着他们进了厕所。此时第一个隔间已经打开了，里面没有人，阿姨他们里外都找了一圈，也没见一个人影。卫生间的窗户也是封死的，完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。怎么会？我低呼出声，满眼的不可思议。我看向了小美，小美此时震惊的表情告诉了我，刚刚我们在厕所绝对是遇到人了，可为什么那个人消失了呢？从那以后，我们宿舍都不敢单独半夜去厕所了。室友的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一辈子阴影。我们大学的宿舍是上床下桌的4人宿舍，还有一个大大的衣柜，分成4个人使用，每个空间都比较充足，能放很多东西。我其中一个室友叫小美，性格比较孤僻，平常跟我们也不怎么说话。虽然在一个寝室，但她总是独来独往，从不与人亲近。而最近我们寝室的气氛更压抑了，可能是失恋的原因，小美在寝室一连哭了好几天，大家晚上也总被她的啜泣声吵醒。虽然知道她听不进去，但我们偶尔还是会安抚一下。这天晚上9点半，洗完漱的我们发现小美还没回来，但是以前她经常夜不归宿，所以大家并没有在意。小可还在一旁说，真好，小美不在，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就是她在寝室感觉气压都变低了。小西也应和着，还八卦起了小美的男朋友。我也在一旁笑盈盈的听着。很快10点多，寝室熄灯了，麻吉先生的视频也刚更新，我也兴致勃勃的在评论区留言。突然收到了一个短信，是小美发的，我晚上不回寝室了，麻烦帮我锁个衣柜，钥匙在我桌子上。没多想，我回复了好。我虽然不情愿，但还是摸黑爬起来帮她锁了柜门。第二天必修课比较多，但小美依然没来，我心想着是不是睡过头了。小可还帮忙答了道。下午课间的时候，我便打电话过去，发现电话关机，她估计手机没电了。晚上小可买了螺蛳粉回寝室吃，我忍不住吐槽这味道真的冲。因为第二天的考试，我还堵着鼻子紧张着复习。奇怪的是，当天晚上小美还是没回来，我也打了几通电话，可都是关机状态。我又给她发了信息提醒，小美别忘了明天考试。想着考试她肯定就会回来了，可直到考完试小美依旧没出现，我们才意识到不对，赶忙通知了导员和学校。一整天时间，老师和同学都在帮忙找，甚至小美的父母也连忙从外地赶了过来，一直没找到，也没有人见过小美。警察也很快介入调查，我们3个配合录完口供到寝室也已经很晚了。洗完漱便昏睡过去了。迷迷糊糊中，我听到了手机的短信声，打开手机看到已经凌晨1点多了。我瞳孔大张地盯着这条信息，脸上渐渐地冒出了冷汗。短信是小美发的，麻烦你帮我开下衣柜。我瞬间意识到了什么。安静漆黑的寝室，我缓慢地挪开被子，坐了起来。我望向衣柜，甚至不敢下地。我颤抖着伴随着哭泣的声音喊起了他们。随后小西跑去通知了宿管，我不敢在寝室待着，小可便陪我走到了寝室门口。2名宿管听了小西讲述后，其实也是胆战心惊，但职责所在，还是拿钥匙打开了那个柜门。里面的景象顿时吓坏了大家。柜子里是头发散乱、身体僵硬且浑身带着点排泄味道的小美。她是打算把自己关在柜子里活活憋死，也许实在是饥饿难忍，求生欲让她发了那条令我毛骨悚然的短信。最后奄奄一息的她得救了，我们也被吓得不轻，果断在第2天要求学校帮我们换宿舍。小美在那之后也被爸妈接回去了，直到毕业，我也再没见过她。当你洗脸闭眼睛的时候，是否和我一样总感觉有人在盯着你呢？这种感觉在我搬家之后尤为严重，偶尔还会听到人的喘息声，但每次我强行睁开眼往后看去，却什么都没有。但后来一件更可怕的事情让我从此以后活在了阴影里。因为图上班方便，我便想在公司附近租房。很快我便在网上找到了一间公寓，房间刚装修完不久，房租也很实惠，但是房东唯一的要求是女生入住，这让我有些疑惑。在看房的时候，我就问了房东，他告诉我女生比较爱干净，不像男生一样邋遢。我便没多想，果断与房东签下了合同。我自认为我的警惕性比较高，所以在搬家之后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我不但换了门锁，
而且还在门口装上了可视门铃，因为刚搬新家。当晚我就喊了闺蜜小美和她新交的男友来我家玩，她的男友我也是第一次见，人看着很干练，聊天中了解到他是一名特警，看着男友力十足，我也挺为小美感到开心的，因为收拾到很晚。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发现已经快迟到了，着急忙慌地赶出家门，恰好碰到了房东拎着垃圾从门口路过。房东，你来找我的吗？哦，不是，我就住在隔壁，后面几间也都是我的房子，你有什么事儿也可以随时喊我。我不禁有些羡慕房东，每个月收租不用上班也太爽了吧。因为着急上班，没多聊几句，我便赶去公司了。但没过几天，便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。首先是我的零食会莫名其妙的变少了，其次是卫生间的镜子上出现了奇怪的掌印，位置比较偏左。起初我并没有太在意，以为是我无意间碰到的，便顺手擦掉了。但最近我总感觉每天睡醒会特别累，好像每天晚上跟人打了一架。出于警觉，我还特地看了家里的可视门铃和电子锁的开门记录，都是正常的。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，甚至总感觉我洗脸的时候，好像有个人就在旁边看着我，隐约还能听到呼吸声。但等我睁开眼看的时候，却什么都没有。闺蜜还安慰我，你太多疑了，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？可能真的是我想多了吧，别不开心了，我晚上过来陪你聊聊天。晚上小美来了，还带着我最爱的奶茶和烤串，我们边吃边聊，心里确实也轻松了很多。期间小美去了卫生间，但随后神色紧张地从卫生间出来，拉着我走到了镜子前，指着镜子上的手印，满脸慌张。你看，这个手印很奇怪，虽然模糊，但这很明显是男人的手印。我的视线随着小美的手望过去，惊讶地发现这个掌印的位置还是一样的靠左，而且明显要比我的手掌大一些，也印证了小美的说法，这肯定是个男人的手掌印。我和小美对视了一眼，互相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恐。小美颤抖地拿起了手机，拍下了照片发给了她的男友。她男友很快赶了过来，安全起见，他很快检查了一下屋子，包括柜子里、窗帘后，甚至门口的可视门铃都没有发现异常。那掌印好似凭空出现在镜子上似的，难道这是灵异事件？这不禁又让我心惊胆战起来。就在我们疑惑的时候，小美的男友一直注视着镜子，只见他突然用手按在了镜子上。不对，这镜子不对劲，怎么了？我哆哆嗦嗦地问他。我的手指与镜子里的手指之间没有空隙，这是一面双面镜。随后他又轻轻地敲击了镜面，声音空洞且带有回响，这更加证实了他的想法。双面镜的话，如果对面有人，他是能看到你的。随后顺着掌印，镜子竟然被他推开了。此时房东的脸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，他满眼血丝，好像被惊到了一样。我满脸不可置信地大喊了一声，是房东。随即小美的男友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把她按在了地上。小美也拨打了报警电话。事后了解到，房东经常通过改装的镜子窥探着我，甚至在我的零食里放了药，通过针孔摄像头发现我熟睡后爬出镜子侵犯了我，而且把视频还传播到了网上。可怕的是，这一切我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。知道真相的我崩溃了。小美安抚了我很久很久，该付出代价的是那些坏人，不是你的错，不要把过错全都加在自己身上。我抱着小美痛哭出声，这个畜生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如果你家的密码锁总是被两个熊孩子滴滴按个不停，你会怎么办？刚到家的我突然听见门口有按密码的声音，透过猫眼，我看到一只圆圆的眼球在猫眼的另一边滴溜溜转动。几乎同时，一声小孩子的尖利的笑声响起。姐姐，我看到你了，你家密码多少？今天下班早，我抓紧包包，做贼一样飞快上楼，心里不由想起，这几天总有两个小孩在消防大门蹲着等我下班。之前我担心他们家长找不到他们，就没有邀请他们进屋玩，两个人就蹲在我家门口，畏畏缩缩，不知道在干嘛。看见我家门口没有小孩，我长出了一口气。谁家的熊孩子不用上学的吗？成天跟人家门口蹲着。我麻溜地输入密码进入家门，刚放下包，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，就听见门口有输密码的声音。等我走到门口时，6位的密码已经输完3位。本想直接打开门，但鬼使神差，我看向猫眼，通过猫眼，我看到一只圆圆的眼球在猫眼的另一边滴溜溜转动。几乎同时，一声小孩子的尖利的笑声响起。姐姐，我看到你了。我被眼球吓得不敢动弹，小男孩的笑声更让我半边身子都麻了。密码还在输入，他们按下最后一个按键，密码错误。男孩叹了口气，他又在输入密码。我哆嗦着打开手机，我家的密码是可以在手机上设置的，
我立马把密码改成系统随机。我的手机上显示，他们第一次输入的密码其实是正确的，只是少了个井号，最后那位多输入了1次。而男孩输入的第2次密码与我家密码完全相同。我瘫软在地，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密码的？一道甜腻的女孩声音响起：“姐姐，你家密码多少？”我回过神来，这个女孩比小男孩大一些。从前几次见面来看，她心智成熟，似乎很聪明。我开口：“你们想干嘛？”女孩凑在门缝上说：“我想上厕所。”楼下物业办公室有厕所，你自己坐电梯到负1楼去。我翻找手机里物业电话，通过物业一定能找到这2熊孩子的父母。姐姐，我不想上厕所了，你们家有没有不要的瓶瓶罐罐？女孩的声音近得像是在我耳边低语，我感到被蛇爬过的恶心与难受。我打通物业电话，让他们上楼一趟。在等待的时候，门外悄然无声。我试探着从猫眼里观望，门外空空荡荡，估计是听到电话，怕被喊家长，所以跑了。想到2个孩子鬼鬼祟祟的模样，我猜他们根本就不是在玩耍，分明是盯梢。门再次被敲响，我打开门，门口站着3个穿黑色保安制服的人。我简单把事情描述一遍。你是说，你这几天都看到那2个小孩在你门口玩耍？一道好听到可以去当声优的嗓音响起。我顺着声音看过去，黑色鸭舌帽下一双眼睛黑得像是能把人魂魄给吸进去。我呆愣一瞬，啊，对，他们经常在我门口玩游戏。玩游戏，他重复了一遍，嘴角无意间勾起，一个酒窝短暂的出现又消失。旁边一个40岁的保安用手按嘴咳嗽了一下，随即向我说道：“这样吧，蒋小姐，你跟我们下去看下监控吧。”我是鞭套。正对着这层上下楼梯的消防通道，我们小区物业管理的不错，每层的消防通道里和外各有一个监控，黑白录像一帧一帧闪动。时间7月7日，2个小孩在消防通道爬楼梯，一层一层的往上走，最后在我的楼层停住了。他们对了下眼神，缩在角落里往外盯着某个东西。门口录像显示，这时我正好从电梯里出来，从包里翻找什么东西，根本没注意到1米之隔的消防门内有2双眼正注视着自己。时间7月8日，2个小孩提前10几分钟就在消防门口蹲着，看着我从电梯里出来，见我快要走到他们面前，便用手捂住眼睛，从指缝里窥视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见到他们。在我输密码时，他们迈着滑稽可笑的步子，离我越来越近。而此时的我，开门关门，门关上的刹那，他们的脸上出现一种中年油腻男人的可惜与冷漠嘴脸，似乎在说到嘴的鸭子飞走了。也许他们想遮的不是眼睛，而是脸。通过小孩子的游戏让我麻痹放松，随即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瞪圆眼睛看向身旁的男人，他好像知道，所以才会笑着说出玩游戏。见我看向他，他安抚地看了我一眼，先把录像看完。接下来的录像里，2个小孩调皮得很，总是在我家门口乱丢纸盒，在密码盒子上粘胶布，看着我飞踹纸盒，露丝胶布，冲他们龇牙咧嘴时，2个孩子非但不生气，还冲我做鬼脸。待我进门以后，2个人还击掌比耶，直到看到今天的录像，瞬间让我毛骨悚然。如果你家的密码锁总是被2个熊孩子滴滴按个不停，你会怎么办？在查询这几天的监控录像，我发现这2个孩子经常在门口蹲守着我回家，通过小孩子的游戏让我麻痹放松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录像时间7月12日，也就是今天。我左右观望，小心翼翼地解锁进门。5分钟不到，2个小孩出现在我门前。男孩熟练地按着密码锁，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输入密码。从视频里可以看到，大一点的女孩子站在凳子上，透过猫眼在观察，手里握着一把水果刀，男孩口袋里也鼓鼓囊囊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呼吸不自觉的急促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录像，眼中满是后怕。保安里一个人冷不丁地开口：“这2小孩是怎么知道密码的？”年纪大一点的保安在一旁操作电脑放大画面，示意我们看向走廊的窗户，那上面映出一双睁大的眼睛。你开门的时候，他们就在盯着你输入密码。之前他们故意在你门口设各种陷阱，就是为了窃取你家的密码。他怎么做到的？窗外的位置有个小平台，他应该是踩在那个上面。他侧过头认真地对我解释，我瞬间鸡皮疙瘩遍布全身。这还是小孩吗？看完全部的录像，我害怕到不敢踏出监控室的门口，那2道如影随形的眼睛似乎就在外面等着我。我不敢细想他们要是进了我家门之后会发生什么。我叫明成，我送你回去吧。那个保安小哥说道。就在我们刚走进楼道时，突然听到轰隆一声，身后好似有重物坠落。我刚想回头看，一双手捂住我的眼睛，别看了，
先回去。我虽然应和着，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腥气，还是被我鼻子捕捉到了。转而我们进入了电梯，明成按了8楼的按键，便掏出手机快速的打字，好像在给谁发着消息。我们从电梯走出后，明成的眼神停顿了几秒，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我家门口画着一辆格子公交车，蓝色粉笔画出大致的轮廓，旁边用红色黏腻液体画了3个歪歪扭扭的字，捉迷藏，上面有很明显小孩的脚印，一个大一个小，那2个小孩还在这。我瞬间心惊胆战起来，别紧张，没事儿。明成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他对讲机里传来了声音，三幢有人跳楼了，似乎是从8楼跳下来的，是一名女生。对讲机滋滋的声音传来，我这栋楼不就是3幢吗？那8楼，我想起刚才楼下重物坠落的声音，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正在我思索时，隔壁邻居的门突然开了，2个小孩从里面走出来，似乎没预料到我们俩在这里，笑意僵硬挂在脸上。男孩子手上拎着一个黑色的包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明成瞬间冲上去控制住了他们，在他们想从包里掏出什么之前，死死捏住了他们的手。叔叔，你干嘛？你捏疼我了！小女孩眼巴巴地瞪着明成，随即又看向了我，眼角带上眼泪。姐姐，你让叔叔放开我吧，他拽得我好疼。我刚想开口说些什么，明成转头过来严肃地对我说了一句：别听他们说的，我刚刚已经报警了，我注意他们很久了，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小孩子，这也是我第一次仔细地观察他俩。凑近之后才发现，小孩的脸并不似正常孩子那种光滑水嫩，脸上甚至有点沟壑。本市新闻播报：7月12日17时许，马吉小区发生一起女性坠楼事件，经警方调查后发现，这是一起人为的入室抢劫凶杀案，凶手为一男一女2名成年侏儒症患者，他们凭借身体的优势骗取同情，进而实施作案。在这里提醒广大人民提高警惕，注意安全。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昨天的新闻报道，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。后来的事情还是明成告诉我的，那2个假小孩因为身体的问题，找工作时处处碰壁，生活里也常被别人瞧不起。渐渐的，他们的心理发生了变化，仇视比他们健全的正常人，为了生存下去，把自己假扮成小孩子，在附近小区踩点，打着捉迷藏、玩游戏的幌子，让人放松了警惕，便开始作案。他们在我这里没能得手，就把目标对准了我隔壁的姑娘。她出差刚回来，当小女孩提出姐姐，我想上厕所，隔壁的姑娘心善让他们进屋子了。女生最初并没有太在意，直到发现他们偷偷翻找自己的东西，3个人才争吵起来。他们担心事情就此败露，索性将女生扔到了楼下，活活摔死。当明成把这些事情说给我听时，我震惊不已，原来同情心真的也能害死人。如果你深夜回家，突然有个老头拉住你要喂你鸡蛋吃，你会怎么办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是我搬到这个小区的第3天，看着老旧的楼梯和斑驳的墙壁，我安慰着自己，一个人住在哪都一样，况且这能省下不小的花销呢。这天下了夜班的我刚踏入小区，那周围一瞬的寂静，以及若有若无的路灯，不免让我心里发毛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哼着歌给自己壮胆，脚下的步子也加快了起来。走到楼下的我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伸手擦下额头冷汗，用力地咳嗽了一声。可惜声控灯没有亮，我再次尝试了一下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不会吧，这也是坏的？我有些绝望地看着漆黑的楼道，身上的汗毛不自然地竖了起来。我纠结了一阵，还是鼓起勇气，借着手机的光亮一步步走上楼梯。刚走几步就闻到楼梯间弥漫着一股菜香味，这让本来饥肠辘辘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就在我回味时，突然一只手抓住了我衣角，我下意识地想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再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恐惧，放声尖叫，瞬间后退了好几步，企图挣脱那个东西。你回来了，吃个鸡蛋吧。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，我定睛一看，2楼的拐角处竟然坐着一个老人，手里还递着剥了一半的鸡蛋。可我刚才为什么没注意到呢？爷爷吓到你了，对不起呀。老人声音低沉地和我道歉，见到老人认错态度好，我便也没说太重的话。爷爷，大爷您认错人了呀，我不是您孙女，您真是吓了我一跳，现在心还砰砰跳呢。太晚了，赶紧回家去吧。不是我孙女儿，那我孙女儿呢？她还没放学吗？我看着眼前一脸无辜的老人，意识到他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症。大爷您住在几楼啊？我就住3楼。老人指了指楼上，大爷我就住您楼上，现在太晚了，我送您回去吧。
只见老人摆了摆手：“不用了，我还要等我孙女呢。你要吃个鸡蛋吗？”老人笑眯眯地再次举起手中的鸡蛋，我还是婉拒了老人，转身回了家。因为工作太忙，我转头就把这件事情忘掉了。隔天下夜班后走进小区时，才又想起了楼道没灯这件事。但意外的是，今天的楼道竟然是亮的。这个世上真的有雷锋。刚从2楼往上走时，我下意识地望向拐角，老人真的坐在那里，手里依旧握着一颗鸡蛋。他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微眯的眼睛猛地睁开来，昏黄的灯光下是一张皱纹纵横、面色无暗的脸。他的嘴巴咧了咧，露出黄牙，冲着我笑。一种莫名的恐慌涌上我的心头，我下意识地后退了2个楼梯。你回来了，今天不黑了吧？吃个鸡蛋吧。大爷，您又认错了，我不是您孙女。大爷，这灯是您安的？我意外地问。老人点了点头，一脸傲娇，甚至还有些害羞。您老可真棒。我冲他竖起了大拇指。不过下次登高的事情还是让年轻人来做吧，毕竟您岁数大了。我身子骨硬朗得很。老人从椅子上一下子站起来，速度特别快，我生怕他一个不留意扭到了腰。我看着老人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，可是一天的疲惫让我来不及多想，匆匆回家休息。很快就迎来我的第3次夜班，因为贪凉的关系，我的胃开始不停地折腾。回家走到2楼转角时，冷汗已经把我的衣服打透了。姑娘，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我2只手捂着胃，早就疼得说不出话来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里，老人早就不见了踪影，桌上只有2颗水煮蛋。护士，送我的大爷在门口吗？我问巡房的护士。护士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体温计给我。你只是肠胃炎，并没有发烧。隔天出院后，我想着去感谢一下大爷，但敲了许久的门也没有人应声。难道是出门锻炼了？想着晚上他应该还会坐在楼梯口，便先回了家。可到了晚上，我再次下楼，却发现那个拐角只有一把凳子，但不见大爷。想了想，我再次去敲了他家的门，可房门始终没人开。我担心大爷身体有个好歹，就给物业打了电话，希望工作人员可以来看下情况。你确定是这家？物业经理看了看3楼斑驳的房门，表情怪异地看着我。我点了点头，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叙述给他听。你确定自己没记错？物业经理的表情变得扭曲，说话声音有些颤抖。可301早就不住人了呀，这家原先是有个老爷子，还是老年痴呆，但是他已经去世4年多了。啊！我震惊地睁大了眼睛。老人是个苦命人，无儿无女，一手带大了领养的孙女，可孩子在上学路上出了意外，后来老人得了老年痴呆，去世后这个房子就一直空着了。那我每天晚上见到的是……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家，但仔细想想，反而也觉得没那么害怕了。这个老人家尽管忘了自己是谁，却时刻想着等孙女放学。他也总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留给孙女吃。之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大爷。我猜他和孙女应该再次相遇了吧。他牵着孙女的手送她上学，孙女手里高高举着大爷包好的鸡蛋。本楼禁止发出超过55分贝的噪音，违者即处死。我一脸疑惑地看着消息，心里泛起了嘀咕：谁这么无聊，搞这种恶作剧？可当我看清发照片的人，整个人突然愣住了。怎么是楼长老梁？老梁50多岁，一副老干部的形象，从来不爱开玩笑。难道他的手机被盗了？还没等我发消息询问，一条群公告又弹了出来：为保证各位业主的人身安全，请务必遵守规则。此时业主群里炸开了锅，不是吧？这是搞事情呀！谁这么无聊？这种无脑的消息你们也信？一看就是假的。有的人就喜欢兴风作浪，无中生有，就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。我自己出钱买的房，别人管不着，又搞了新花招来整我们，也太小儿科了吧！嫌吵就搬出去住，整天想这些花花肠子，就是闲的。看着402两口子的霸道发言，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402夫妻俩经常吵架，每次闹出的动静都很大，像拆家一般，特别扰民。起初有邻居去楼长那里反映过情况，老梁委婉地提醒过2人，可对方不仅不领情，还说他是嫌吃萝卜淡操心，所以他可能认为这条消息是我们合伙骗他。我可没骗人，老梁应该是被盗号了，像他那种一本正经的人不可能开这种玩笑。切，那可说不准，万一他转性了呢？大爷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501发的是语音，声音很大，周遭还有刺耳的音乐。我心头一惊，这肯定超过55分贝了。我住在501楼下，
出于好心，我私信提醒他小点声。501秒回了一个无语的表情，以示不屑。可下一秒，501撕心裂肺的歌声响起，我心头一颤，莫名的紧张。1分钟、2分钟、3分钟过去了，楼上的歌声一直在持续，看来真是恶作剧。与此同时，402的争吵和摔大声也钻进我的耳朵，这才是常态吗？我暗暗想着，此时的嘈杂声不如以往刺耳，反而让我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我悬着的心刚想放下来，可就在下一秒，一声尖叫传来，嘈杂的声音戛然而止。我吓得打了一个寒战，整栋楼瞬间变得一片寂静，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有人听到声音了吗？我手抖地在群里发了消息询问，然而却没有任何人回复我。我胆子向来比较大，但此刻我也根本不敢发出任何声响。可又过了一会儿，外面依旧没有任何响动，群里也寂静无声。犹豫半晌，我作死般的悄悄打开房门看去，楼道里也是一片寂静，时明时暗的灯泡让原本非常熟悉的楼道变得非常诡异，真的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吓得立马缩回了头，但也不忘了轻轻将门关上。手机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是楼长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，嫣红的血浸染了破碎的窗户。402和501违反规则，已处理完毕。我的身体像结了冰，脑袋一片空白。又一条消息将我无情地拉回现实。刺激吗？下一个就轮到你。我悚然一惊，浑身汗毛炸起。我明明没有发出声响，那他为什么来找我？下一秒，门外响起敲门声，我的心一沉，毛骨悚然地看向猫眼，正是楼长一脸鬼笑地提着一把刀。冷汗湿透了我的衣裳，我死死捂住嘴巴，顺手捏住了身侧的凳子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敲门声终于停了下来。我仔细听了好一会，门外确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难道他走了？又等待了片刻，就在我以为自己安全了的时候，手机又收到了消息，屏幕上出现了2个字：回头。我后背已经瞬间湿透，这是4楼，人要进来只能走门，他肯定在吓唬我。我眼角的余光瞥见窗户，上面似乎有什么东西，我机械地转过头，一张惨白的脸正悄无声息地贴在玻璃上看着我，我两眼一黑晕了过去。小冉，小冉！再次睁开眼睛，老公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回想起刚才一直重复的噩梦，现实的老梁家就是住在502，家里还有一位老母亲，她是个很好说话的人，对业主几乎有求必应。然而她的善良却成了伤害自己的利器。老梁的妈妈有很严重的心脏病，怕响动更怕刺激，老梁多次交涉未果，直到3个月后，老梁的妈妈病情加重，老梁再次和他们交涉，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。402和501一如既往的嘈杂，甚至是为了报复，比以往更大声。妈妈离世后，老梁一直走不出来，觉得402和501是间接的杀人凶手，于是对他们痛下杀手。而我意外地目睹了作案过程，老梁因为犯罪被抓了，可这场噩梦般的场景一直在我的梦中挥散不去。我想不清楚为什么那些曾经因为发出噪音会在群里道歉的邻居，现在却变得如此的蛮横自我。当初如果大家多互相谅解，是不是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不幸了？我在浴室里发现了一团不属于我的长发，开始我认为只是上一任租客留下的，随手清理后便没放在心上。然而今天新的头发又出现了，不安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。我没有室友，房间的门卡也只有我一人持有，难道有人在我不知情下进了我的房间？因为是公寓出租的旺季，公寓管理员李姐带我来看房子的时候，只剩下这间404房间，屋内的布局和宣传单上介绍的几乎没差，当即我就决定入住了下来。可没想到，我已经连续2天发现这个不属于我的头发了。我率先检查了门窗，并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可是头发肯定不会凭空出现，这一切真的太诡异了。我去找了公寓前台小美，她总是笑容满面，又和我年龄相仿，我们一直聊得很投机。但今天在她的话语中，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：公寓的管理员李姐有一张万能房卡，也就是说，除了我，她也可以打开我的房门。难道真的是李姐吗？正在我思索的时候，刚好碰到李姐神情慌张地从隔壁的房间走了出来，她尴尬地冲我点了点头。就在经过我的时候，她头发的香味瞬间引起了我的警觉，和我浴室里的那团头发味道惊人的相似，这让我更加对她产生了怀疑。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房间，印象中我隔壁住的是一个年轻长发文艺男，生活中他们之间应该不会有任何交集才对，为什么李姐会从他房间出来？我心里纠结万分，想直接去质问下李姐，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。好在隔天晚上浴室里并没有新的头发出现，我心事重重地整理着衣服，却意外地发现最喜欢的红色卫衣不见了。我翻遍了整个屋子，但都没有找到。我有点疑惑，不确定是不是搬家的时候没把它带过来，还是说有人拿走了我的卫衣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，但又觉得是因为头发的事情害得我想多了。我觉得有些压抑，想着出去透透气，顺便将垃圾扔掉。然而就在我刚靠近垃圾桶时，
我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住在我隔壁的文艺男。更诡异的是，他身上穿着的竟然是我丢失的那件红色卫衣。我震惊地捂住了嘴巴，难道是他进了我的房间？但我又想到昨晚李姐神色慌张地从他房间跑出来，还是说是他和李姐之间有什么秘密？我蹑手蹑脚地往后退去，生怕惊动了他会惹来更大的祸端。路过前台时，小美看出我神情恍惚，关切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忍不住把心中的疑虑说了出来。小美表示之前从没听过公寓里丢失过任何东西，但又出于担心，便表示晚上可以过来陪我。当晚我格外好眠，而我的房间内也没有再多出头发或者出现什么异常。直到第二天下班后，我忘记带房卡，突然想到小美之前跟我提过李姐那边有万能房卡，想了想，我便给李姐打去了电话。电话很快接通，李姐表示她现在不在，让我去找小美，她知道万能房卡在哪里。我瞬间愣怔在了原地，那为什么小美会说只有李姐有房卡？当晚我做了个噩梦，梦里我回到了小时候，有个女孩一直在喊我的名字。一种愧疚感迫使我猛地睁开了眼睛。小美不知何时来到了我的身边，她手里拿着我丢失的衬衫，闷闷地开口道：“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公寓管理员李姐，万能房卡一直都放在固定的位置，我和小美都可以用它帮忘记带房卡的租客开门。403的阿龙一直在疯狂追求我，可我已经有了家庭。那天去找阿龙也是想跟他摊牌，没想到在门口碰到了小西，希望他什么都没有听到吧。我是阿龙，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，我很喜欢李姐这样有魅力的女人。那天去翻垃圾桶，是因为我的相机的储存卡不见了，我找遍了所有的角落都没找到。我穿的衣服确实是我自己的，其他我什么都不清楚。我是小美，曾经我有个好朋友，当所有人都孤立我的时候，他也选择远离了我。当他再次出现在我眼前时，我发现他竟然完全不记得我了。下水道口的头发其实是李姐的，不过是我故意放的。小西丢的那件衣服也是我拿走的，就是要让他自投罗网，100%相信我，然后我再将他推向深渊。可没想到他最后还是发现了。请注意听。接连几天，墙那边都会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，就好像是用手指不停扣着墙。但我却敢怒不敢言，因为我的邻居真的很可怕。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刚搬进来的时候，男人面对着门一动不动，看起来有些怪异。本着邻里和睦相处的原则，我主动上前跟他打招呼，但在他转过头的瞬间，我还是被吓了一跳。一块巴掌大的印记在脸上，头发凌乱，几乎掩盖了他深陷的眼眶，使他看起来很阴森。我努力挤出一个不自然的笑容，他直直地看着我，突然把脸凑到我的跟前。这诡异的行为把我吓得一哆嗦。见识了男人的古怪后，我祈祷着和他不要有任何交集。然而当天晚上，隔壁就传来了敲墙声。起初我以为是男人在挪东西，并没有在意。可是今天半夜，这扰人的敲墙声再次响起，似乎比昨晚更用力。噪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，我的心烦躁不止。尽管觉得隔壁男人不好惹，可我还是泄愤似的用脚踹了几下墙壁，企图给对方一个警告。可对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扰民，相反的，敲墙声越演愈烈。怒火中烧的我更用力地踹了几下墙。隔壁突然停了下来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可接下来，隔壁就像疯了一般，震得我耳膜和心脏极其不舒服。我忍无可忍，冲出房间直奔隔壁。门被打开的瞬间，一股冰冷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男人阴森的脸赫然出现在眼前，房间居然弥漫着一种红色的灯光。这一幕让我的脑袋瞬间短路。几秒后，我结结巴巴地表明了来意，希望他不要再制造噪音。但男人一言不发，只是死死盯着我，
让我感到心底发毛。我逃跑似的回到了家，但是不久后，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，可我却没有勇气去质问它。第二天清晨，因为没睡好，我浑身不自在地起了床。吃早饭时，一条新闻吸引了我的眼球。麻吉是一个女孩下班路上离奇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还特意看了眼事发地，居然离我住的区域并不远。晚上下班回家时，我在楼梯口又遇见了隔壁的男人。男人手里正拿着一把铁锹，阴森森地站在那里。一瞬间，我感觉毛骨悚然，我紧张地和他打了声招呼。男人并没有回应我，依旧死死地盯着我。我硬着头皮从他身边经过，然后逃命似的甩开步子，锁好门的刹那，瘫软地坐在地上。一想到那个男人盯着我的眼神，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，抓起手机给闺蜜打去电话，希望能在她家借宿一晚。这个房子我是真不敢住了。在朋友家里，我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。一早醒来，手机上弹出一条新闻：失踪女孩在山上被人发现，已经失去生命体征。变态！我暗骂了一句。突然，一阵敲击声再次响起，我的心一下子提了上来。循着声源找了过去，是闺蜜在敲击桌子。我问闺蜜：“你在干嘛？”闺蜜说她刚好在研究摩斯密码。一瞬间，我好像想到了什么。我用手在桌子上敲起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。你知道这个声音代表什么意思吗？3长2短3长，这个是 SOS， 求救的意思。什么？自从那个没边界感的女人闯进了我的家，我每一天都像生活在噩梦中。我和老公的2年婚姻原本平静和谐，直到那天老公的妹妹突然搬到了我家里来。本以为并没有什么，但她的举动越来越奇怪，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边界感。她从来都不出家门，也不自己做饭，甚至吃饭都要我老公喂。每次我老公回家的时候，她竟然要我老公抱她，在我面前做着亲昵的动作，完全不在意我是不是在一旁看着。老公出门的时候，她还会拉着老公不让他走。我老公走过后，她竟然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。每个细节都在无声地诉说我才是那个局外人。我终于忍不住地和老公说起了这些，可老公的反应更像是和稀泥，说他还小。最让我忍无可忍的是今晚，他不但要和我们一起睡觉，甚至总是要挤在了我们中间。我实在是忍受不了，直接搬到了客厅。我的世界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中分崩离析，一种无人诉说的遗弃和恐惧席卷全身。我要拔掉生活里的这根刺，谁也阻止不了我。医院的走廊上，我如同丢失了灵魂的躯壳，真相如同一道刺眼的光。老公的妹妹或许从未存在，而那个小小的生命是我心灵最深处爱与恐惧的结合，更是对所有人的警示。关注产后心理健康，因为忽视它的代价可能是无法想象的。请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，它真的会在关键的时刻救你一命。那一天刚聚会完，已经12点多，我搀着喝多的闺蜜正准备送她回家。走到楼下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她竟然忘了带门禁卡。正在我不知所措时，门却突然打开了，一个男人从门缝里探了出来，手上正接着电话。出于礼貌，我说了声谢谢，便搀着闺蜜继续往前走。进了电梯后，我突然发现那个男人正好站在我们身旁，他的眼光一直在上下打量着我们。闺蜜没有丝毫的防范意识，她直接伸手就想去按楼层按钮。出于女人的第六感，我立即制止了她，拉住她的手，假装聊着天，余光却一直瞥着旁边的男人。男人见我们迟迟没有反应，他便按下了顶楼24楼的按钮，这就意味着他一定会先知道我们停在哪个楼层。此时我已经预先脑补了一些可怕的剧情。闺蜜按下了23楼，随着电梯缓缓上行，气氛也越来越压抑。到了23楼后，我的心也逐渐提到了嗓子眼。
我拉着闺蜜慢慢走出电梯，可总感觉身后有一道若有若无的视线正死死盯着我们，直到电梯门关上才稍稍好些。但我并不敢放松警惕，由于是后半夜了，周围特别安静，所以楼间的任何响动我都可以清晰地听见。可是从楼上电梯打开之后，声音便戛然而止，并没有听到任何掏出钥匙开锁的声音。我突然慌了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刚刚那个男人很有可能会下来找我们？我催促着闺蜜赶紧找钥匙开门，她还迷迷糊糊地低头，一直在包里翻找着钥匙，还一头雾水的小声嘟囔着：“别着急呀，东西太多了，你再找呢。”此时我根本来不及跟她解释，只能尽可能催促着她赶紧开门。我用耳朵贴着靠着安全通道那一侧的墙，没想到真的印证了我的猜测。楼道间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，而且越来越近，听得我头皮发麻。她真的下来找我们了。好在闺蜜终于把钥匙掏了出来，我赶忙抢夺了钥匙，正准备开门，但人在慌乱之下，手一直在颤抖着。就在我深呼吸，好不容易把钥匙插进锁孔时，我转头看到了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幕。映着安全通道的绿光，那个男人正探出了半个脑袋，死死地盯着我们。我甚至能看见男人嘴角那抹意味深长的笑。这一幕让我几乎忘记了呼吸。我赶紧转动钥匙，推着闺蜜进了屋并关上了门。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眼睛顿时湿润了。闭上眼睛，刚刚的画面依旧历历在目。闺蜜看我的状态不太对，这才凑近了我。你怎么了，依依？我看着她满脸不解的样子，顿时感觉十分无奈，便把刚刚的事情与她讲了一遍。可闺蜜似乎并不相信我说的，我咬了咬牙，便凑近猫眼往外看去，一只硕大的眼睛正贴在猫眼上。我吓得倒退了2步，捂住嘴示意着闺蜜上前，她这才脸色煞白，毫无醉意。我颤抖着手报了警，直到警方赶到把她揪住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后来才知道，她其实是这栋楼10楼的业主。那天看到我们2个姑娘，其中一个还喝多了，便见色起意。如果我没送闺蜜回家的话，闺蜜会遭遇什么便不得而知了。所以朋友们，自己一个人住真的不要太晚归家，如果偶尔晚归，也尽量保持清醒警惕的状态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居然看到闺蜜在大口大口地吃牙膏。最近我家出现了怪事，放在洗手台上的牙膏不出3天就被用光了。问了合租的闺蜜，她也总是吞吞吐吐。直到一天夜里，我因为肚子不舒服起床去卫生间，发现卫生间的灯是开着的，想着也许小雨也在上厕所。原本我是想敲敲门，却发现门是虚掩着的。透过门缝，我看到了惊人的一幕：小雨居然披头散发地站在洗漱台前，手里拿着一管已经挤扁了的牙膏，而她正在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牙膏，一脸享受。我惊恐地捂住嘴，心想自己和小雨认识了这么多年，从来都不知道她有这样的癖好，一时之间心绪有些混乱，于是决定先回了房间。住在一起半个月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怪异的行为。我心里除了害怕还有担忧，直到听到了小雨回房的声音，我这才起身去了厕所。洗手台上一片狼藉，刚买回来的一大袋牙膏已经有不少都变成空的了。我战战兢兢地收拾好残局，失眠了一整夜。昨晚你睡得好吗？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试探着问小雨：挺好呀，不过我看你像是没睡好呢。小雨冲我微笑着说，看着他现在的模样，我实在无法和昨晚见到的人联系在一起。昨晚的事你不记得了？我依然无法打消心中的疑虑。昨晚什么事？看他的模样也不像是故意在骗我，我也就不再坚持。不过为了查明真相，我提出让小雨和我睡一个房间，他欣然同意。到了该睡觉的时候，我正在洗澡，听到小雨说他先睡了。可当我回到房间时，发现他并不在床上，心里正纳闷呢。突然听到梳妆台的方向传来了小雨哀怨的声音：你是我好看吗？听到这声音，我心里一惊，朝梳妆台望去，只见平时活泼可爱的小雨，如今却是披头散发，一脸幽怨，而且她还涂了口红，只是口红的颜色太深了，看上去就好像是咬破了嘴唇一般。小雨，你干什么啊？好看吗？她又问了我一遍，我只觉得瘆得慌，还没等我开口，小雨便自顾自地站起身，一步步走出房间，去了卫生间。她好像完全无视了我的存在，然后她又翻出了牙膏，开始大口大口地吃着，那贪婪而满足的样子，就好像是在吃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我害怕极了，赶忙进到房间，反锁了门，第一时间想到给自己的男友小豪打了电话。你快来，我害怕，我闺蜜她不对劲。我颤抖着压低声音：好，你别怕，我马上来。挂断电话后，死死盯着房门，不敢发出任何动静，生怕下一刻小雨会突然敲我的房门。好在没一会儿，就传来小雨房间关门的声音。直到小豪到的时候，他也一直没有从房间内出来过。我快速地跟男友说了情况，他也是一脸震惊，但为了我的安全着想，他还是硬着头皮敲了小雨的房门。可奇怪的是，门敲了很久，里面都没有任何动静。于是小豪慢慢扭动了门把手，缓慢地推开了一条缝隙。只见小雨睡得很死，嘴角甚至还挂着牙膏的泡沫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很是诡异。关上门，你说他会不会是梦游呀？
我俩从小就认识，没听过他有这个毛病啊。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，但好在男友在我身边也会有一些安全感。早上醒来后，我看到小雨从卫生间出来，看我的时候表情有些不自然。那个小莫，昨晚我在你房间睡得不太舒服，所以没事的。我连忙摆手笑着回避他的目光。经过这2天的惊吓，小豪打算带我去散散心，于是我问了小雨，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逛个街？而他刚准备回复我的时候，手上手机突然响了。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眼中突然闪过了一抹惊恐的神情。怎么了，小雨？我不太舒服，还是不去了。突然，我注意到了他的手机铃声，想到前2天小豪刚出差回来时，我们曾经一起吃饭，那时候就听到过这个声音。小雨一反常态，浑身发抖的样子，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。可我还没来得及问，他便直接转身回了房间。果然，对于我来说，逛商场确实是一种解压的方式。很快我就把小雨的事抛在了脑后。小豪也很贴心，拎着各种大包小包，苦哈哈的陪笑。唯一让我不舒服的是，在等我换衣服的时候，他总会拿着手机回复着信息，甚至有时候还看到了他嘴角的笑意。面对我的质问，他也是含糊其辞。小莫，你别多心嘛，都是工作消息呢。我见他态度诚恳，便没有深究。吃了晚饭过后，我们就打算回去。就在我找好了空位，安静等待列车进站时，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我听出那是小雨手机上那种奇怪的铃声。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，我看到了他的脸。小雨正站在人群中，一件一件地脱掉自己的衣服，直到脱的只剩下内衣。我居然看到闺蜜在大庭广众下脱衣服。小雨到底怎么了？隔着人群，我依稀看到了她眼底的绝望。我冲了进去，紧紧地抱住了她，将外套披在小雨身上。她一直在哭，却始终没有开口。不要看，赶紧散了！小豪愤怒地朝着围观的人吼道。我怀里的小雨突然抖了一下，把头紧紧埋在我的肩膀上。我不停地拍着她的背安抚她。回到家里，小雨的身体依旧不停颤抖，双眼微微闭着，眼角挂着泪。小雨，喝点东西吧。小豪轻声的提醒，手里还端着2杯热牛奶。只见小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突然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猛地推开我，尖叫着打翻他的手上的牛奶。我赶紧拉住小雨。小雨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小豪也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。对，有事情说出来，我或许也能帮上忙啊。小雨依旧目光呆滞。我很好，你不要问。小雨，我是你最好的闺蜜，有什么不能和我说的？我总觉得他有事情瞒着我，他最近太过反常。小雨的泪水不停地往下淌，他抬手抹去脸上的泪痕。我真的没事。说完这句话，小雨踉跄地站起来，走进了卧室。关门的刹那，他的手机里再次传来了那诡异的铃声。小雨条件反射地僵了一下。小豪无奈地看着我，你这闺蜜怕是这里有问题。小豪指了指脑袋，我怕她会伤害你，要不我今天也留下来陪你。算了，我觉得应该要和小雨好好聊聊。小豪温柔地冲我笑笑，抬手拍了拍我的头。好的，那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。我笑着点头。小豪离开后，我的思绪一直很乱。小雨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模样？因为心里有事，我迟迟没能入眠。突然，小雨的房间里传来了一声金属落地的响动，一个不好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徘徊。我猛地坐起身，直奔小雨的卧室。眼前的景象不禁让我脊背发凉。幽暗的灯光下，小雨歪着头倒在床边，她的脸色苍白，嘴角还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，手腕上有一条长长的伤口，血顺着伤口淌下来，一滴滴溅在地板上。我吓得差点惊叫出声，颤抖着双手拨通了急救电话。很快，小雨就被推进了急诊。庆幸的是，因为送医及时，小雨并没有生命危险。看着病床上的闺蜜，我不由得心疼起来。究竟是什么导致曾经天真乐观的小雨变成了这样？可是我该怎么帮她呢？小雨出院后，我一直陪着她，和她睡在一个房间。一天清晨，那熟悉又诡异的铃声再次响起。小雨还在睡梦中，并没有听到铃声。为了解开心中的谜底，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小雨的手机。今天我们玩个好玩的，你把头发全剃了。看着这条信息，我震惊不已。除了这条刚刚发来的信息，上面还记录了之前小雨所做的每一件怪事：地铁站里的屈辱，以及半夜照镜子、大口吃牙膏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原来都是受人威胁。我很快注意到发消息人的头像，让我莫名有种熟悉感。原本我并不想相信，直到打开了他的朋友圈，竟然真的是小豪。我顿时感到脊背发凉，用力地推醒小雨。当他看到我手上的手机时，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。小莫，我其实没想瞒着你。他说如果我敢告诉你，他就也对你下手。这一刻，我终于知道
这段时间小雨到底在承受什么。我也终于从他的口中得知了所有的真相。原来男友之前有一次来找我时，我并不在家。这个混蛋看到了刚洗完澡的小雨，不仅侵犯了她，还拍了她的照片，以此来威胁她。我瞬间怒火中烧，真没想到平日里憨厚老实的男友，背地里竟然做出了这么龌龊的事情。就在此时，家里的门突然被敲响，小雨吓得一个机灵，直接躲在了我的身后。我赶紧跳下床，刚打开卧室门，就看到小豪径直走了进来。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？我一脸戒备地看着他，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。你是我女朋友，有你家的钥匙不是很正常吗？小豪一脸无辜地说。也对啊。我的脑子快速转动，怎么才能带着小雨快速摆脱这个恶心的男人？正在我思索时，我给你们买了早饭。小豪说着想拉我的手，我本能的用力甩开，大概是我下意识的动作出卖了自己。沉默片刻，小豪再次压低声音问：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你觉得我们该有什么事？还是说你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怒视着反问他。小豪淡淡的叹了一口气，看来你还是都知道了。小莫，我是爱你的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愤怒，一巴掌甩了过去。随后小豪的脸上露出了狰狞的表情，对一旁的小雨吼道：你怎么不死呢？都是你来勾引我的！说着，小豪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，冲着小雨走了过去。小雨吓得捂住耳朵，瘫软地蹲在地上。眼见小雨要受伤，我本能地抄起旁边的椅子，冲他后脑直接砸了几下。你个混蛋，渣男，垃圾！小豪很快便没了反应，我借机拉着小雨，疯了一般冲出门去。我们一路狂奔，直奔派出所。待警察回来的时候，小豪依旧还在地上趴着。在看着警察把小豪送上救护车时，我仿佛看到了小雨一瞬间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。半夜，一个男人站在家门口砸门，我刚想和他理论，却发现了他手里明晃晃带着血渍的刀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搬进了马几小区，这个小区的硬件不错，一个人住也很畅快。唯一让我头疼的是，楼上住着一个熊孩子和他不靠谱的爸妈。晚上熊孩子总喜欢蹦蹦跳跳，砰砰的响动让我很是烦躁。周末在家时，楼上的响动更大，拍球声、跑步声让我连懒觉都睡不成。我上楼敲过好几次门，跟孩子父母理论，前几次都是他妈妈出现，一副和稀泥的状态。而这次我理论完后，刚想转身回家，却无意瞥到他家门后，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我被盯得有些毛毛的，这个是那熊孩子的爸爸吧？不知为何，我心里有些打鼓。回家后心里也总有些不平静。熊孩子还特别喜欢乱按电梯，群里的邻居抱怨过很多次，但是他的父母从未在群里道歉。当时我看着手机，暗暗叹了口气，想到那个爸爸的眼神，要不是他家太吵闹，我是真不想和他们有太多接触。直到前几天妈妈来我这边玩，原本我们在客厅里聊天看电视，好不惬意。突然间，楼上传来一声巨响，是重物落地的声音，紧接着一阵争吵声响起，一声比一声高，中间还夹杂着熊孩子的哭声。看着争吵的势头，一时半会儿不会停止，我的好心情一下子被破坏。可能是妈妈在这里，我开始向她吐槽楼上扰民的种种。楼上的动静越来越大，毫无停止的意思。今天我一定要和他们好好理论一番。我做出一个撸胳膊挽袖子的动作，都是邻居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闹得太僵不好。妈妈一下子拉住我，柔声劝说。我叹了口气，认命的戴上耳机刷视频。可没过多久，一声女人的惨叫和巨大的响动，吓得我赶紧摘掉耳机。妈妈脸色煞白，伸手指了指楼上。我刚想开口询问，她却伸手做了一个虚的手势，随后迅速起身将灯关了。房间瞬间陷入了黑暗。妈，你干什么？别出声！我妈拉住了我的胳膊，隐约间她的手心汗淋淋的。我们在黑暗中沉默着，我一脸茫然，不太清楚妈妈这样做的目的。几秒钟后，楼上传来开门声，接着一阵敲门声响起。我轻手轻脚地挪到了门边，在猫眼上观望着外面的动静。楼上始终没人开门，敲门声戛然而止，接着是脚步声由远及近。急促的敲门声让我的心像打鼓一般，我慌张地捂住胸口。敲门的正是楼上的男人，只见他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另一只手用力地敲着门。他面无表情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下一刻，他猛地前倾，将眼睛凑到猫眼上，用力地往里瞧。他的动作把我吓得汗都冒了出来，我赶紧缩低身子，不清楚他到底看没看到我。妈妈也走了过来，紧紧搂住我的肩膀，看得出来他也很紧张。我俩对视一眼，都没有说话。不久，男人停止了敲门，脚步声再次响起，他走向了对面那户。此时我才看清，他背在身后的手上竟然有一把带血的菜刀，嫣红的鲜血顺着刀刃淌下来，落在地上。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。男人开始敲门，我在心里祈祷对面邻居千万别开门。不知道对面是真没人，还是也感觉到了不对。他敲了好一会儿也没动静，男人在原地愣了一会儿，转身看了看我家门口，然后从楼梯走了上去，直到听到楼上的关门声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他的刀上有血。我颤抖着和我妈说，赶紧报警。
妈妈的提醒才让我意识到此时不是发呆的时候。我手忙脚乱地拿出手机，拨打了电话，带着哭腔告知警察我的位置以及现在的情况。挂了电话，我的心依旧不能平静，无措地看着妈妈。没过多久，楼上传来响动，似乎是警察来了。先是敲门询问的声音，几分钟后就是破门的声音，紧接着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在楼上响起，随后熊孩子绝望的哭声传进我的耳朵：“把爸爸妈妈还给我！”没过一会儿，警察敲响了我家的房门，来找我录口供。从警察的口中得知，楼上的女人和丈夫发生了口角，已经被丈夫残忍杀害。案发时，男人把熊孩子锁在了卧室。男人挨家挨户敲门的目的，好像就是为了找个垫背的。他手上的菜刀就是佐证。得知这个情况后，我不禁有些后怕。如果当时我妈没在，我直接开门了，那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